旗袍起起落落，可是它没有消失。旗袍是 in my DNA, done by hand without love。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就觉得被认可了。有中国人，有华人，它一定流行。旗袍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化。这段1929年拍摄的影片原本是黑白的，因为珍贵稀有，后来有影片修复师利用科技为它增添了色彩。这是当年中国用来向西方世界介绍女性服装的影片，特别是旗袍。这段影片曾在晚晴园的现代女性与服饰变迁特展放映。这项展览展出了20世纪初满族女性的服饰，以及1920年代的旗袍。这项展览的策划人是晚晴园助理研究员陈燕妮。旗袍发展到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它是随着这个女性的成长来慢慢累积的。国家博物馆馆长曾美君是本地研究服饰历史与文化的专家，他参与过馆藏旗袍的维护与展览，也曾与前任馆长合著旗袍相关书籍。源自清朝的旗袍，在款式上也经历了不少变革。清代妇女她们穿的旗袍是圆领的，袖子是马蹄袖。它是不能单穿的，它一定要跟长裤一起穿。当代旗袍就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盛行。20年代的旗袍其实是宽松的，几乎就像长衫，就是男性穿的服饰。所以旗袍就变成象征摩登、非常前卫的一个服饰。所以就受到当时女学生、妇女们、老师们的喜爱。那旗袍是怎么样传入新加坡？当然也是有非常多的因素，例如就是阅历海报，因为中国厂商会展现他们的产品，就把它分发到海外有华人地区的地方。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杂志。例如1926年的时候，良友时尚杂志就出版了，在新加坡这里可以看到那些中国明星呢，就穿着很漂亮的旗袍啦。新加坡的妇女们的印象中，就是穿旗袍就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旗袍在新加坡的全盛时期，其实是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有好几个原因了，第一就是社会就开始开放了，妇女们就是开始也出来工作、上学、受教育。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旗袍可以展示他们的华人身份的一个标志了。当年旗袍从中国上海被引进新加坡时，它也传入了香港。74岁的裁缝师黄秋林，40年前从香港落户新加坡，也把缝制旗袍的手艺一起带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东莞的黄师傅，12岁就和裁缝结缘了。以前邓小平不是放中国人去香港的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去了香港的，一共走了7天去到香港。我有一个叔在香港的，他带我去裁缝店当学徒。学徒生涯艰辛，最初他负责打扫煮饭，半年后才学习如何穿针引线。拇指弯曲与否，也决定了针线活的好坏。
如果他的手指看到吗？不弯的，对不对？这样子的手指的拿针没有这么容易弯，还有拿针是比较灵活。师傅一定要看你这个。学会针线手缝，他开始帮忙挑衣角、改衣服。新手学徒总免不了师傅的一番教训。做错他就给你骂，不是教，要错过很多，给客人骂很多，你就会懂。没有骂过的话不懂。在错误和责骂声中，技艺逐渐提升。他也开始观察上海师傅如何做旗袍，从中偷师学艺。每天早上我要帮做旗袍的人煮一碗浆糊啊。做旗袍一定要用个浆糊，这样子那个旗袍就不会变形。虽然我没有整天去学旗袍了，我也知道做旗袍的用这种方法。上海人的手工真的功夫好，真的是超厉害。这一边就没有完，是光。累积了60年的裁缝经验，黄师傅掌握了缝制旗袍的窍门。他2天内就能够完成一件旗袍。窍门就是说你要量身体，要量得很准。人的身体是分开8份，拿捏的8分7分，这样子做出来就比较均匀。用手缝你把你要求的地方全部控制好嘛。最主要你的领要贴，不要紧。它可以动，站起来舒服，这个就是好了。做旗袍美的话，你一定要有一点小小的肚皮，看出来腰比较小。黄师傅的好手艺为他打响了知名度，客源就包括了皇室成员、社交名媛、普通百姓等。我的做法是一样的，我算他是我的客，我不会分他是有钱、没有钱、名人，或者是普通卖菜的，我也是一样的。每一件旗袍都是黄师傅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手工精品，他对旗袍有着一份浓厚的情感。有中国人，有华人，他一定流行。差不多是标榜是中国的服装嘛，女人的最美，她的美感穿旗袍是肯定的，它有它的味道。旗袍潮流即使得以延续，手艺的传承却让黄师傅忧心。他希望把累积了一甲子的技艺传授下去，可惜却后继无人。遗憾之余，他也了解年代的推移是传承手艺的一条鸿沟。比较难的，比较困难。除非他很小，也是像我这样子十几岁的话，他什么都不懂，跟着你这个方法去学，他会学到。长大他会赚钱的话，他一定学不到。东西又结束了啦，每一个东西会有结束的嘛。本地电视台早期制作过不少以民国初年为背景的电视剧，前艺人林倩如就经常穿着旗袍亮相。其实倩如很早就和旗袍有着不解之缘。爸爸，既然来了，多住几天再走吧。早期跟旗袍挺有缘的，古装戏呢都是穿旗袍，陆海平中是穿旗袍，铁蝴蝶也是穿旗袍。戏剧组为我们定制了很多很漂亮的旗袍，每个人大概有6、7件到8件，真的很开心，很喜欢，好像很属于自己的，很美。我妈妈她嫁给我爸爸的时候，有一张很漂亮的旗袍照片，穿着白衣的全身的旗袍。我爸爸从城市追到乡村，追到我妈妈。我读圣尼各拉，物理老师、地理老师，他们都穿旗袍。我想我大概应该有40、50件旗袍。
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旗袍协会的大会长要全世界一起同一个时间穿旗袍走秀，我就自告奋勇啊，就开始把这个旗袍会组织起来，完成了第一场国际代表新加坡的旗袍走秀。为了凸显新加坡华族的特色，倩如对旗袍的装饰和活动地点都注入了一番心思。一般上的旗袍都是中国的花，新加坡的胡姬花就没有，我们就自己画，拿去厂商，他用机器车出这个立体花，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绣上去加工。担任旗袍会会长时，倩如经常筹划各种活动，向大众展示旗袍之美。旗袍代表着华族的这个文化价值观。旗袍不只是一个服饰，旗袍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化。他缝制的改良式旗袍被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他所设计的旗袍礼服也被淡马锡理工学院展出。他的 Instagram 吸引了19000多人追踪。他也受邀为艺术团体设计表演服装。他是年仅27岁的新锐设计师胡瑞贤。从小我就知道我自己想要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就会特别努力，想要考进那个理工学院读服装设计。很喜欢穿那种很奇怪的衣服啦，对别人来说很奇怪，不过对我来说是好看。瑞贤独特的美学视角和创意，让他把传统旗袍注入了新的生命。对旗袍的偏爱源自一次和旗袍的邂逅。读完书过后，在礼服店工作的时候就有接触到旗袍，那些旗袍是比较细致的，就喜欢上了那个旗袍啊，就觉得虽然是很简单，可是穿起来很典雅。瑞贤是少数能独立剪裁缝制出一整件旗袍的年轻设计师。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那个裁剪还有车的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自己做才有比较满足感这样。瑞贤精湛的手艺吸引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客源。Regana 就是其中一位，如今已经向他定制了5件带有旗袍风格的上衣。She thinks about your body typ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She thinks about your comfort, which is also very,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someone's going to work constantly. You need to be comfortable in what you wear. It's like your second skin. So she really puts a lot of thought through to that. And she's very personable and she's fun to work with. And once she knows you, she knows the kind of fabric you're attracted to. She picks the right fabric. 顾客喜欢自己的设计，瑞贤固然欢喜，但欢笑背后尾随着的是压力。订单的涌入也让瑞贤无法应付。以前赶工的时候就不会回家啦，差不多有1个星期没有回家吧，就可能一天睡2-3个钟头这样。那时候就是因为赶新年的货了，所以赶不及，然后就心情很着急这样很着急，然后就崩溃了。So this one is just princess cut. 现在瑞贤邀请了一起长大的好友王丽萍来帮忙。Having the chance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my friend and to be able to learn is a very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去年，瑞贤的作品也获得了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和收藏，对创业4年的他来说是个成就。我有跟我的父母去参观，我想他们是以我为傲啦。
这么多年的努力，好像我就觉得被认可了这样。旗袍对服装设计师吴来灿来说意义重大。启蒙他走上服装设计之路的是他的母亲。59岁的吴来灿生长在有15个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他排行第13，从小就展露了对服饰的敏锐触觉。My mom read some foods. My mom made clothes when we were very young. I've seen her making shirts for my father. I remember of her. Sometimes in the afternoons when we're taking a nap kind of thing, you can see her making some clothes kind of thing. I remember my first outfit was. I used a piece of newspaper, and then I made a pair of shorts that I wanted, and then I staple it on. Then I put it on. Try it on. I like it. Take out, dismantle the staplers, and then I just hand sew in my mom's sewing machine. That's my first one I remember. 为了陪伴家人，来灿放弃了出国深造的念头，选择到义安理工学院修读建筑管理，自己摸索服装设计。I go to Chinatown, an old man and an old woman making 旗袍 sets. So always go there and ask them questions. They are happy to share and tell me things to see. 学成后，来灿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因为没有受过正统培训，他的旗袍设计也就不受制于传统。Generally, what you see on my rack, they're all very basic. But my friends say, you cannot call it basic, it must be classic. I say the classics are old ones, but different technique. Fabric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 like Japanese kimonos fabric, and the texture is very interesting. I want to use the Emperor's jewel buttons there and then make it contemporary now. The more I will add on and add on and on, and then now becomes to about 18 buttons there. I think I like my women to look a little bit more classy and a bit more discreet as well. My clothes can be loud, but they are never too crude and vulgar. So I cover up to one side there. 来灿也为顾客设计婚礼旗袍，他就为林明一设计了这套雍容华贵的2件式礼服。安哥来灿就帮我想了一个 cape 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说，如果你把 cape 穿上去，就觉得说很隆重，可是如果脱下来，就可以穿 for normal 的 event 跟 dinner 都可以。以后我们把我们结婚的礼服传给我们的孩子。这个年代可以穿这样的礼服，可是可能25年、30年后，他们穿的那种服装可能跟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呀，所以挺有意义的。明一是香菱音乐社的主唱，来灿曾多次为香菱的演出设计服装。他和表演艺术界合作密切，电影《1965》的服装也是出自他的设计。These are actually research don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 已是殿堂级设计师的来灿，作品也被晚晴园、亚洲文明博物馆、中国和日本的博物馆所展览与收藏。正当事业如日中天，2000年母亲的过世带给来灿不小的打击。It's not just she inspired me, she made my love for clothes and 旗袍 in my DNA. So it's not just, I inspired by her or she inspired me kind of thing. Her blood's in me. It took me about 2 years.
took me 2 years to get her over. It took me, it took me every day to go there till about 7, 8 o'clock. Then I leave I just go there. I just need to be there. But of course, I still go to work every day. If I work, do I love her? Yes, I love her more than my life now. 近3年来，来灿也正和另一个极大的人生考验搏斗。I have cancer, 3 years ago, and I went through 10 hours of operations 2 times, and then from then 3 years until now, it's still my regular chemo. My cancer is still stuck in my brain here. I love my life, but at the same time, I'm also happy to just cross over the bridge, because I know that my parents are there waiting for me.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缝制旗袍在来灿心中不仅是怀念母亲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份使命感。I went through a lot. One day when I am no longer around, i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people remember. Qipao is our best, and it's all done by hand with our love.